今天要聊的品牌呢，就是最向去年代理商放货，所以摆在面前的这4个单品，还外加一个果酸的面膜，应该有不少人都因为比较好的价格入了，所以我也是买了这一组，但是今年才打开来使用。作为一个很典型的 Clean Beauty 的品牌呢，我觉得它的成分已经没有必要特别去说了，就讲一下这个品牌它的使用感吧，依次来说一下。首先是最出名的这个多肽抗皱精华，其实呢，它是一个10%的一个乳酸的精华，用到的是阿法羟基酸，可以起到代谢角质啊，是一种比较温和也更加补水的 AHA。但实际上我自己用下来呢，就是如果你和我一样是大油皮，然后又有一点敏感的话，这个精华不建议每天用，是会有一些发红，没有太大的反应，就停用几天基本上就 OK。当然你也可以和它的这个水宝宝精华就是搭配，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的温和，但刺激性也不大。它的这个包材啊，基本上算是这几个里头它是最差的，就可以看得出来它这个头没有办法完全按下去，在使用的过程中，并且会不停的有油脂像这样渗出来。然后它是这种旋转式的，你看旋转的这个过程中就会跳出来一点点，如果你把它拧回去，你会发现它会掉下来。就是它的这个包材真的是好典型的那种美国品牌，非常非常的粗糙，然后挤出来好像油。大家不都说这款精华非常的清爽吗？怎么会是就是这么油的一个状态？我才发现原来它水油分离了。如果正常要使用的话，是要把它这样来回的摇晃一下，因为实际上它挤出来应该是这种乳状的，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有一些水油分离，它其实是油跟乳两个质地在里面的，你看到这个油的反光了。现在呢，我已经把这个头给按回去了，来简单说一下质地的感受吧。就是看起来像这种凝露的质地，但实际上是有蛮大的滋润度的，不到油，但是并不是真正意义上清爽的精华。涂在手背上，它其实也是这种比较滑滑的质地，所以它其实真的不算清爽，但是我觉得油皮是可以接受的，因为吸收之后其实还好。带有乳酸的精华其实很适合，比如说和一些美白精华做搭配，可以更好的帮我们提亮肤色。我觉得是有这样的效果的，但是呢，它也是会带来一些敏感的反应，所以我比较建议就是2-3天用一次，我觉得会比较好。我个人是应该不太想要回购了，因为这个包材呢实在是比较不好，每次用完基本上它的瓶身啊都是布满了油，我还蛮困扰的。关于它的这个味道呢，作为 Clean Beauty 的品牌，肯定是没有什么香料的，所以它就是纯粹的油味，而且是有一种老油味。接下来说这个水宝宝的这个精华，跟多肽其实是一样的设计啊，都是这种旋转出来的这种按钮，但是它们同时时间打开还是蛮灵活的，没有太大的这个打开的问题，也不会有渗漏，而且它的这个质地真正的这种啫喱凝露质地，这个是真的清爽。就虽然看着也是像有那种反光的感觉，但它是完完全全清爽的质地，可以抹在手背上，很快就吸收。就是在涂抹的过程中，你能够感受到非常的水感。接在多肽精华之后呢，其实也是有很好的这个舒缓的作用。这里面有用到就是神经酰胺，像维他命 B5、透明质酸，所以说它其实是一款主打修护的精华。但实际上我个人觉得它的修护性比较一般，就是比不上比如说像可肤美啊这一类的立竿见影。如果说只是靠这款精华来达到修复性的话，我个人比较不推荐，还是推荐你用比较封闭性的面霜，然后快速的把你的皮肤调整到一个好的状态会比较好。这个精华呢是50毫升的，所以它也比较值这个价格吧。然后再来说这个蓝罐多肽面霜，这个面霜呢，它的这个设定呢，是和很早以前 Zero Skin 一样，是这种按压的，也是像凝露的状态。这个面霜是真的清爽，就是如果你是干皮，在冬天的话，其实会有一点觉得不够，但是油皮是完全 OK。甚至我有一些比较干性的皮肤，他们在不是那么干的情况下，他很喜欢这个面霜，它非常的水润，然后又有很多的这种胜肽的成分呢，就是有一种
说不上来的这种烹润感，就是你用了这种胜肽浓度比较高的产品呢，实际上会让你的脸觉得蓬蓬的。所以这款面霜算是这3个单品里面我觉得是最推荐的。把它延展推开之后呢，就是会感觉皮肤是比较饱满的。这款面霜它的味道呢，其实是和水宝宝差不多，就是整体来说这个品牌给我的感觉都是没有什么香味，没有太大愉悦感的。除了刚才提到多肽抗皱精华，它的油味会让你更加觉得不愉悦之外，只要你不是很在乎味道，其实还好。这种按压的设计呢，看似非常的卫生，但我个人其实不是特别喜欢，因为有很多大牌其实也喜欢做这样的设计，这样的设计是会造成有一部分的量会留在里面是出不来的。网上肯定有很多的方法，比如说叫你打开拆开之类的，我个人觉得都很麻烦。时间呢是打开后1年内你要把它用掉就可以了。最后来说一下这款马鲁拉油的这个唇膏。其实这个唇膏呢也一样是没有太多的愉悦感，然后滋润度还是挺不错的，就是真的你晚上涂完早上起来你的嘴唇还是很润的。4S店的好价也很多，还是蛮便宜的，其实就还蛮典型的那种美国的设计，如果你喜欢的话是可以买过来试一下的。如果你是一个很喜欢 Clean Beauty 的，那么在经销商跳水这种价格其实完全可以入啊。单纯就是因为名声在外，然后资生堂又收购了它，加上清仓，应该很快就会慢慢恢复到正常的价格。也有天猫旗舰店，大家可以看到它原本的价格，我是比较不推荐买的。后来说一个我自己觉得比较奇怪的点，就是资生堂曾经收购了利维夫，然后这么高科技抗老的一个品牌，我以为他会用利维夫来改变一下资生堂的体系，就是像欧莱雅集团一样，比如说技术共享，让资生堂的抗皱这一块更加跳脱出本身的日系，变得更加国际化。但是没有想到它很快就卖掉了，所以他收购最相的时候，我认为他应该也是会这么做的，就可能是资本的游戏。没有想到就是一直坚持到现在，而且日本本土也开始卖了。这点我是蛮没想到的。个人认为，就是这种特别讲究成分猛料的时代已经在中国慢慢过去，不会完全消失，但它一定会变得比较冷静。那么如果有好的价格就买来试试看咯。没有必要特别花正价去买这个品牌。好，以上就是关于最香的全部内容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就请点赞并继续关注吧。感谢你的收看。